你拨动开关，炉中燃烧的煤将水变成蒸汽，蒸汽推动涡轮并带动发动机，推动电子通过导线形成电流，电流通过数百英里电缆的传送，并到达你家。全球每一秒都有无数人在做这件事：拨动开关，插电，并按下开按钮。那么人类需要多少电力呢？我们共同使用的电量正快速变化，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不仅需要知道目前全球用电多少，还要知道将来会使用多少。第一步是了解我们如何测量电力，这有点棘手。焦耳是能量单位，但通常不只用焦耳来衡量电，而是用瓦特来衡量它。瓦特是某物每秒所需电量，1焦耳每秒等于1瓦特。智能手机供电大约需要 0.1 瓦，你的房子供电需1000瓦，小镇供电需要100万瓦，一个中等城市需要10亿瓦。到2020年，全球需要3万亿瓦供电，但近10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。随着国家越来越工业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电网，预计到2050年，电力需求将增加约80%。这个数据并不完整，我们还必须以全新方式使用电力。现在，我们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为很多东西提供动力，排放不可持续的温室气体，导致全球变暖。我们必须完全消除这些排放，以确保人类的可持续未来。对于许多行业来说，实现目标的第一步是由化石燃料转向电力。我们需要汽车电气化，将天然气炉供热的建筑转换为使用电热泵，并用电来满足工业过程中使用的大量热量。总而言之，到2050年，全球电力需求可能增加2倍。若要解决化石燃料引起的问题，所有电力都必须来自清洁能源。今天，我们的电力中只有1/3来自清洁能源。化石燃料便宜又方便，易于运输，并且很容易按需转化为电能。那么，如何弥补差距呢？风能和太阳能非常适合风和阳光充足的地方，但无法像运输石油那样储存和运输阳光或风力。为了在其他时间或其他地方充分利用这些来源的能源，我们必须把它储存在电池里，并改善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，以实现长距离传输。同时，核电站利用核裂变产生无碳电力。虽然仍比燃烧化石燃料的电厂昂贵，但它们可以建在任何地方，并且不需依赖像太阳或风这样的间歇性能源。研究人员正努力改善核废料处理以及核电站的安全。自20世纪40年代起，我们一直试图破解另一种可能性——核聚变。原理是让氢原子相撞后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利用融合释放的能量。核聚变无事故之忧，也不会像核裂变那样产生长寿命放射性废物。它也没有运输难题，不像风能、太阳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那样。这方面的重大突破可能会彻底改变清洁能源。核裂变、太阳能和风能也是如此。任何这些技术的突破，尤其是所有这些方面的突破，就能改变世界。不仅帮我们实现3倍电力供应，而且使我们能维持下去。我们拥有拯救世界的工具和知识，但下一步该怎么做？请访问 ed.ted.com/earthgoo 了解你可以遵循的路线图，以及你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，以做出改变。